大家好，我是曹伟东。当很多人呢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谁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的时候被冠以这顶桂冠的人就是黄旭华先生呢，多次地说我不是中国核潜艇之父，我只是中国核潜艇设计3驾马车中的1驾。那么黄旭华先生他所讲的3驾马车，另外2驾马车是指的谁呢？就是彭世禄先生和黄伟禄先生。那么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第一是核动力，第二呢，它搭载的是核武器就是战略导弹是核武器。那么他为什么说是3驾马车之一呢？因为黄旭华先生是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师，也就是核潜艇的总体设计是由他负责的。但是核潜艇的动力是核反应堆，是核动力，这个呢是彭世禄先生负责的。那么你这艘核潜艇出海之后要发射的导弹是战略导弹，也就是说是核武器，是由黄伟禄先生负责的。所以呢，他说他们3个人是一个团体，他们是3足鼎立，缺一不可。那么我们讲黄旭华先生呢，他是这个总体负责核潜艇的。那么当年呢，就是1956年呢，他在春节的时候呢，回广东老家来看父母亲，他母亲就叮嘱他说，你以后一定要经常回家看看。那次他在家待了3天，还答应母亲说，我今后一定回家经常来看看您。但是呢，从那一别以后，他一直到1986年，也就是30年以后才去看母亲。为什么会有30年的分别呢？因为他1958年被调到了北京，因为他工作单位在上海，被调到了北京。那么这个党支部书记跟他讲说，你现在要接收的工作有3点。第一点，你搞这个工作是党和国家对你的信任。第二点，这项工作保密性很强，因为它是搞核潜艇，所以不管你干好干坏，你都不能出去，即使你干坏了也不能出去，也要保密。第3点，你做这项工作你就要甘当无名英雄，永远不能出名，这样的工作你干不干？那么黄旭华先生说，我能适应，而且是自然适应。从此以后黄旭华先生他就从这个保密的角度讲，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一直到30年以后就是在文汇月刊上有一个作者写了一篇报告文学，把这个我们国家核潜艇公开以后的消息呢写出来了，其中就写到了黄旭华，但是他也没有用黄旭华的名字，而是用黄总就总工程师嘛。但是他无意之中提到，就是他的夫人叫李世英。那么这篇报道呢，被黄旭华的母亲看到了，就是这个报告文学被黄旭华的母亲看见了。他说，我儿子姓黄，他叫黄总，可是我的儿媳妇就叫李世英所以他这样就对上了，说黄旭华这个一定是这里边的黄总原来他在搞核潜艇不能跟家里联系，所以他把自己的子女都招来，说你们不能再埋怨你哥哥了，就是指黄旭华，说你们都说他不忠不孝不顾家，但实际上呢，他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当黄旭华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他母亲理解他以后呢，他就热泪盈眶说知儿莫如母但是在这30年的过程中，黄旭华先生带着他的团队，首先人家美国人是有计算机的，他们没有，他要用算盘用计算尺来去和美国人去比拼你要去搞中国的核潜艇，那你的这个核潜艇从来没有搞过，是一边摸索一边学习的制造，而美国人有强大的科学的团队，他们有很好的这些资金的支撑和科学的这些设备的支撑以及科技的理论。所以我们想，这个黄旭华先生当年就是设计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时候是多么的困难，但是当取得了成绩以后呢，他非常的低调，因为从这个戴桂冠就是谁是中国核潜艇之父来讲，人家说我不是。那么他到94岁高龄的时候呢，还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
这个国家的第一艘核潜艇一般它是不销毁的，它是要保存下来的啊，就包括美国也是这样，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是这样。我们国家同样如此，就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是现在放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里，所以黄旭华先生说呢，趁着自己还能走动啊，再看一眼啊自己当年设计的这艘艇，去了青岛博物馆，94岁高龄，自己悄悄的买张票，不让别人知道啊，好，总设计师来了。买张票就在那参观，然后别人发现，说这不是黄旭华老先生吗？然后才知道他。所以我们看黄旭华先生啊是多么的低调。那么通过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核潜艇建造出来是多么不容易，而且我们可以通过黄旭华先生的这些就是建造核潜艇过程，以及核潜艇建造出来以后啊，包括就是下潜的时候啊，当时都给这些下潜的人员都以为回不来，谁也不能保证就是这个核潜艇在下潜的时候不出事啊。那么好多人都给他们照了相，可以说写了遗嘱吧。那当时黄旭华先生作为总设计师啊，说我跟着一块下去。大家说你是总设计师，完全没有必要下去啊，不要冒这个险。他说这不是冒险，他说万一有什么情况，我还可以帮着艇长一起处理。实际上呢，就是担了很大的风险，和这艘艇呢就一块进行这个下潜的啊，就是潜深的试验。最后这个下到最深的这个设计深度之后呢，安全的这个浮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危险面前，黄旭华先生啊是怎么样的表现的啊。那么通过这些事情呢，我们就是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要向老一辈的科学家呀，还有这些工程师啊，要学习在这个困难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这个成就面前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永远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